亚速钢铁厂，乌军在马里乌波尔的最后据点，一个名副其实的战争堡垒。俄军最精锐的车臣武装围攻了2个月，依旧没能成功拿下。这期视频，狐狸军就来聊聊亚速钢铁厂。我们先从头开始，了解一下俄军进攻亚速钢铁厂的理由。要知道，在俄军人数吃紧的情况下，在路过奥德萨市这种战略要地时，普京认为无法快速占领，就直接选择绕道而行。为什么到了攻克难度不低于奥德萨市的亚速钢铁厂这里，俄军就要选择花费巨大的人力物力，不惜一切代价也要进攻？纵观俄乌战场的态势，原因其实也很好猜测，那就是亚速钢铁厂可以改变战争的走向，或许里面有改变战局走向的人，也就是之前一直传言的大鱼。目前关于大鱼有好几个版本的传言，第一个版本是加拿大的前陆军司令、退役中将特雷弗·卡迪尔。严格来说，这个已经不能算是传言，因为在5月5日的时候，卡迪尔中将已经被逮捕了。从当时的情况来说，他也只能算是其中一个不算太大的大鱼。第二个版本就是北约军官，甚至美国陆军将军，因为俄乌战争的背后一直有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联盟的支持，这些人很有可能就是美国和北约派去支援乌克兰。第三个版本则是美国、加拿大、法国和瑞士等西方国家的教官，有旅、团级军官多人，这与第二个版本类似。也不是不可能，毕竟乌克兰守军能抵御俄军的进攻，除了武器装备的支援，其指挥也要跟得上。第四个版本就有些真实，大鱼的身份是拜登的儿子，这并不是凭空捏造，而是在已有证据的情况下进行的合理推测。5月5日，加拿大中将卡迪尔被捕之后，亚速钢铁厂的冲突反而更加的激烈。按照常理来说，大鱼被捕之后，乌克兰守军应该会更小才对，最大的可能是乌克兰守军和俄军的僵持，事实却与此相反。重重证据都表明，在亚速钢铁厂的里面有着身份更加重要的人，比如亨利·拜登。加拿大中将卡迪尔被捕的第2天，普京就在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的劝说下，开启了人道主义通道。在5月5日、6日、7日8点到18点之间，让乌方从亚速钢铁厂疏散平民。可是乌克兰方面说撤离了100多人，而俄罗斯方面说撤离了80多人，人数很明显对不上。最大的可能就是大鱼已经跟随撤离的平民离开了亚速钢铁厂，这一点本来并不能成为证据，但如果搭配美国第一夫人吉尔拜登慰问乌克兰难民这件事，那就有些耐人寻味了。就算是真的慰问难民，为何要绕开接收难民最多的波兰？而且普京进攻了这么多天，也不会突然选择放开通道。或许最大的可能就是俄罗斯与北约达成了一些交易，使得普京改变了主意。当然，传言也仅仅只是传言，真实情况除了普京和拜登等直接参与的国家领导人，或许其他人都不清楚。除去传言，回归现实，从真实战场角度来看，俄军不惜一切代价要攻击亚速钢铁厂的原因只有一个，那就是为了拿下顿巴斯战区的胜利。从俄乌冲突目前的局势而言，双方都打算在顿巴斯地区展开决战，俄乌双方都在向顿巴斯地区集结部队。不过，对于乌军而言，顿巴斯战斗的结局并不意味着整个战局的结束。在武装人数不如俄军的情况下，最好的选择就是逐层防守，逐步退却。与俄军打消耗战，最坏的打算也只是放弃整个顿巴斯，退回第聂伯河西面，再徐图进去。而顿巴斯的决战对俄军来说却意义重大。自2月份俄军侵略乌克兰以来，俄军在战场上的战果根本与计划对不上，什么1周拿下乌克兰成为无稽之谈，加上北约与美国对俄罗斯的制裁，以及俄军自身的经济问题，对俄罗斯来说，最好的结局就是在顿巴斯速战速决。只是要想通过顿巴斯一战彻底消灭乌军的主力，还需要扫清一个障碍，那就是拿下马里乌波尔。只有拿下马里乌波尔，俄军才能打通从克里米亚到顿巴斯地区的陆地通道，实现驻扎在克里米亚的俄军与乌东亲俄武装的会合。只有拿下马里乌波尔，俄军才能切断乌克兰通往亚速海的唯一通道，完全控制乌克兰黑海沿岸80%以上的地区，并进一步切断乌海上贸易及其与外部世界的联系。而想要拿下马里乌波尔，俄军就必须不惜一切代价地拿下亚速钢铁厂。俄罗斯也明白这个道理，所以早在2个月之前就已经派兵包围了马里乌波尔，与城内的乌军战斗。
乌军以3000人抵抗俄罗斯多达14000名俄军，只是2个多月过去了，俄军依旧没能彻底的拿下马里乌波尔，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亚速钢铁厂。问题来了，亚速钢铁厂仅仅是一个钢铁厂吗？为何俄军攻击了2个月都没能拿下？亚速钢铁厂位于卡尔米乌斯河，在马里乌波尔市区汇入亚速海的入口中，占地11平方公里，始建于1933年。2战时曾被德国人摧毁，之后又被重建。亚速钢铁厂不仅是乌克兰最大的钢铁厂，而且是整个欧洲最大的钢铁厂之一。除了生产钢铁，该厂是一座名副其实的钢铁堡垒。它是前苏联按照防范世界大战的标准建造，其可以分为地上和地下2部分。地上工业建筑均有钢筋水泥浇筑而成，厚度达到了3到4米，甚至可以抵挡俄军240毫米口径的郁金香自行迫击炮的攻击。当然，其最强的还是地下堡垒，深度至少有25米，共6层的空间，还有长达24公里的隧道。地下堡垒均是使用近4米厚的钢筋混凝土建造，可以抵御炮轰，部分区域还可以抵御小型的核打击。地下通道的每个出口都设有5道门，分别用于防火、防爆、防化学武器、生物武器以及核辐射，完全可以称其为一个由无数铁轨、高炉和工厂建筑组成的钢筋迷宫。而且在2014年克里米亚事件后，乌克兰还在北约的帮助下，对亚速钢铁厂进行了重新的加固和改建，并一直在该地储存粮食与弹药，将亚速钢铁厂预设为马里乌波尔最后的抵抗阵地进行建设。同时，亚速钢铁厂内的光线明暗多变，建筑设计极其坚固且错综复杂，可以提供藏匿火力点的位置数不胜数，埋伏在此可以给入侵的俄军带来毁灭性的打击。除此之外，亚速钢铁厂的内部空间不利于大规模部队和重型机械化装备的展开，俄军人数多的优势就荡然无存。也正因如此，俄军只能在亚速钢铁厂的外围实施火力轰炸，无法对地下堡垒的乌军造成伤害。可以说，亚速钢铁厂的地下堡垒极为安全。那么，在这种情况下，乌军还能坚持多久？纵观俄乌在亚速钢铁厂的战斗，大致可以分为3个阶段，2个转折点。第一个转折点就是俄军占据大部分的市区，将全部的乌军逼迫至亚速钢铁厂。第二个转折点就是俄军除掉亚速钢铁厂最后的一个地上堡垒。第一阶段的战争可以称其为马里乌波尔保卫战。乌军3000人抵御俄军的14000人，虽然此时的北约的武器支援已经陆续到位，但是在巨大的人数差距下，结果早已注定。乌军在抵抗1个月之后，就被迫进入亚速钢铁厂。4月初的时候，俄军和顿涅茨克的武装力量控制了马里乌波尔市的中心区域。在丢失了市中心的主要防御阵地后，马里乌波尔市的乌克兰守军主要包括乌克兰海军陆战队第36旅亚速营、乌克兰国土防御部第12旅以及数量不明的雇佣兵退守到亚速钢铁厂附近。反观俄军，则是在该地区投入了包括黑海舰队海军步兵810旅、格鲁乌第22旅、SS0特种部队、车臣特种部队以及顿涅茨克武装，希望在5月9日胜利日前结束战斗，完全控制港口城市马里乌波尔。就目前而言，俄军的这一目的已经完全粉碎。在第一阶段里，俄军完全凭借着人数的优势，一步一步地压缩乌克兰守军的空间。第二阶段则是守卫亚速营钢铁厂，上面我们也说了，亚速营钢铁厂分为上下2个堡垒。这一阶段则是乌军依靠钢铁厂的地上堡垒对俄军发起反攻。亚速钢铁厂的易守难攻，又有着可以最终的退守据点。亚速钢铁厂庞大坚固的地下堡垒，俄军推进异常艰难。前期还算顺利，将俄军抵御在了场外。只是明白战局没有进展之后，俄军便加大了火力，动用了多种重型武器。4月15日，俄军出动了图 22M3 轰炸机，对亚速钢铁厂北部区域投掷了钻地炸弹和重型炸弹。虽然没有摧毁钢铁厂内牢固且复杂的地下设施，但是一度导致钢铁厂内的乌克兰守军与基辅方面失去了联系。图 22M3 轰炸机最大载弹量约12吨，可携带多种重型炸弹，比如重3吨的 FAB3000 炸弹和重5吨的 FAB5000 炸弹。这些重型炸弹完全能够摧毁一座钢筋混凝土的大型厂房，而且还会在地面炸出10几米的弹坑。除了重型炸弹，俄军还动用了多种重炮参与攻坚行动，包括口径240毫米的 2S4 郁金香自行迫击炮、TOS-1A 喷火坦克等。2S4 郁金香是世界上最大最重的迫击炮，最大射程20公里，可发射重达228公斤的高爆弹。
TOS-1A 喷火坦克其实是一种履带式多管火箭炮，采用坦克底盘，拥有24管发射筒，最大有效射程6000米，可以发射燃烧弹和温压弹。温压弹被发射至目标位置时，爆炸释放出携带的高能燃料，形成气溶胶均匀散布在空气中，引发第二次爆炸，会消耗掉周围的氧气，瞬间释放出大量的热能，形成一片火海。不仅会杀伤有生力量，还能摧毁建筑物。在这一阶段，俄军动用了轰炸机、重炮，持续轰炸钢铁厂内的设施，并出动坦克、装甲车、步兵和特种部队协同作战，逐步缩小包围圈。直到4月21日，俄罗斯才把乌军逼入亚速钢铁厂，将其团团包围。这个时候，乌军只是被逼入了亚速钢铁厂范围，但不是被困在了地下堡垒，对俄罗斯还有一定的威胁。毕竟俄罗斯正在顿巴斯和乌军进行战斗，战场上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，所以俄军依旧利用重火力对乌克兰守军进行压制。直到4月25日，俄军的车臣武装取得了除掉乌军的最后一个地上堡垒。至此，全部的乌克兰守军都退守到了地下堡垒。在此期间，北约和乌克兰也连续组织了多次营救行动，但都未能够成功。比如在4月5日，乌克兰军队出动8架直升机从海上杀入马里乌波尔，结果遭到俄军便携式防空导弹的拦击，一架直升机直接坠入海中，另一架直升机被击落，最终无功而返。第三阶段就是目前的情况。乌克兰守军全部退守在亚速钢铁厂的地下堡垒。在这一阶段的前期，俄军的攻势已经全面放缓，普京更是下令停止强攻，采取围而不剿的战略，并没有派遣特种部队进入亚速钢铁厂对乌克兰的守军发起进攻，只是加强了对钢铁厂的空中火力袭击，目的也很明显，希望把乌克兰军队在这个区域消耗掉，所有的粮食、弹药和药品等等，然后等待乌军自己投降。这点就与我们之前所说的大鱼有关了。其实可以完美的解释为什么普京在胜利前夕减缓进攻速度，明显就是要活捉大鱼。而且在开放3天的人道主义通道之后，俄军就又加大了进攻力度。很明显，里面的大鱼已经跟随难民离开了亚速钢铁厂。普京的唯一目的就是拿下钢铁厂。5月14日，俄军又拉出了 2S4 郁金香240毫米口径迫击炮，向亚速钢铁厂守军的阵地发射激光制导炮弹。5月15日，俄空天军飞机向亚速钢铁厂投掷重磅炸弹，外围部署的重型火炮也同时展开轰炸。在钢铁厂的上方，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明亮的燃烧弹，然后在与地面接触时发生爆炸。从当时的情况来看，俄罗斯军队应该是在轰炸中使用了带有铝热剂的 9M22C 燃烧弹，它们的燃烧温度约为2000至2500摄氏度。在俄军的猛烈进攻下，钢铁厂仅剩的600多名守军也开始逐渐撤离，被迫转移到由俄军控制的地区。目前，钢铁厂已经进入静默状态，开辟了一条人道主义走廊，将受伤的乌克兰军人运送到顿涅茨克的医疗机构。所以当下的战局也已经明朗。在亚速钢铁厂方面，俄乌双方已经达成协议，莫斯科不愿意继续在亚速钢铁厂继续虚耗兵力和弹药，基辅方面则是不愿意继续牺牲剩余的乌克兰守军。在弹药和武器以及粮食持续消耗，又没有补给的情况下，亚速钢铁厂迟早都要被攻破。不过对于亚速钢铁厂的守军而言，以3000人的兵力拖住俄军上万的兵力，已经是很出色的完成了任务。即使亚速钢铁厂最终没能守住，他们也值得赞誉。好了，这期视频到这里就结束了。各位朋友认为亚速钢铁厂的大鱼是谁？欢迎在视频下方留言评论。下期见。